多牧师又在我们当中证道。那证道的主题是第3届。我们请叶牧师之前，我们先读今天的经文，在出埃及记的20章1节。出埃及记20章7节，如果我们翻开，我们就一同来读。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，因为妄称耶和华的名，耶和华不以他得于罪。好，我们请叶牧师。上个礼拜3，我的分享也是在第3届上，但是还要考虑说，对你们的应用，你们生活家庭比神学院有点不一样，所以我们都要遵守3诫，我们都要考虑这些诫命对我们来说什么。我们看其他的诫命，就可以比较赶快知道他的意思啊，要孝敬父母，不可杀人，不可犯奸淫，可是不可妄称神的名，还有点模糊，他的意思是什么？我自己愿意说，我对这个诫命可能除了我做这个讲道的预备，也有点模糊，所以我在担心，在看这些大小压力文档。还有海德堡都有一些说明，还有一些为什么这个诫命是重要，它的重要性，可以看在知其帮助我翻译的大纲在周报里，还有前面它也贴上小要理文档，这个就是他的宝小要西敏小要理文档54跟52文档55文档，好吧，我们一起读这个答案是什么？第3诫命禁止我们什么？第3诫命当神圣洁的心，使用神的名字称号、属性、法则、证道与工作。对不起，我讲错了。这个是我们也吩咐我们的，这是第54，对。还有第55就是这个条件。就是禁止我们做什么，然后请55道。第3诫命禁止我们亵渎与妄用凡神借以彰显自己的人的事物。所以我们考虑，在这个时代里面，其实有很多有名的公司，很多有名的名牌，还会知道，有点可以感觉到这个诫命跟这些公司有点类似，意思是，可能你们喜欢买 Nike 它的鞋子啊，跑步鞋，运动鞋，它是很有名的一个跑步鞋，他们不喜欢别人家用他们的名牌放在家的东西上。他们会告你，如果发现你自己用他们的名牌放在你自己的东西上，会不喜欢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做了很多研究，
他们的名称跟他们的所弄的东西，所弄的鞋子、衣服，都是有一个标准，他们觉得这些东西的一定要代表他们的好名称他们的名誉，所以不可随便妄称 Nike 的名字，对不对？意思不可随便挂他们的名字在你假的东西上，你的网站、你的所做的作品、产品都不可随便用它。这个可以类似说，有很多有名的手表也是类似，我们可能在世界上第一个说有点贵，很贵的一个手表 Rolex， 就不可随便自己弄你的手表，还要放他们的名牌嘛，他们的名字在那个 Rolex 上面。可是我们知道，很多人都会这样子做假的 Rolex。以前我的美国朋友，他是一个叫什么开飞机叫什么 airline pilot， 技师啊。还有他来台北的时候，他说我要买那个假的 Rolex， 我听说是很便宜的，所以他问一个司机说要去哪里买，那个司机知道，所以带他到那里买。还有他带他回美国的时候，给一个专业的看手表的公司来观察看，还有他分不出来。他是假的 Rolex， 他觉得是真的，所以他这里买的大概$1000，美国那个地方算了，大概是$15,000的价值。所以即使Rolex 不喜欢人这样子做，他们的名誉跟他们所做的、所弄的都是要保护它。我们在自己的名誉也有一些关系，不要人随便。关于我们讲坏话，就是说不好代表我们真的做的事情，我们还是会关心，不要人随便责怪我们或讲一些关于我们错的见证。若我们是，也可以说类似说我们做一个运动团队，各位都代表这个团队的名字，他的名誉。若他们能够一起打好了，比如说打篮球的团队，还有各会员都有那个号码在衬衫上，还有这个他们的团队的名字还在上面，各位都代表，教练也代表。所以他们去打比赛，各位有一些代表的责任。还有打了冠军的第1名的，他们的名字得荣耀，都输了，都可能不得荣耀，在人面前。可是即使在神面前，还有不同的标准来得荣耀。所以类似说。这个第3诫就是说，我是主，你的神，我带你们出埃及，引导你们到旷野里，给你们这些诫命，我要你们遵守我的约，顺服我所给你们的诫命，你们做我的百姓，我做你的神，这样子就是他自己的名誉，他觉得要不可妄称神的名。代表他自己在他们百姓当中，也在外邦人当中，他的名誉都代表神是谁。所以有点可以说，这个命令跟我们主祷文里面有差不多一样的说明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尊你的名为圣。这个都是第3诫类似的意思。我们要人尊他的名为圣，不要人随便妄称，不要人
随便用神的名做一些咒骂或这一类的一些错用的方式。其实美国人英文的非常普通的事情，看很多电影都是这样子，都是妄称神的名或耶稣基督的名。中文上没有听这个习惯，就是美国人好几次会随便说，突然事情发生，说 Oh my God 这样子，或是 Jesus Christ 这样子，它像是一个咒骂的意思，或是说突然发生的事情也不好，所以他用这个好像是咒骂的意思，所以这个都是妄称神的名，错用他的名，也不要这样子做，我们要尊敬他的名，还有所说的、所做的都代表，好像我们是神的使者，我们代表他所做的事情上都是代表他的名字，所以他的百姓特别要保守说他的名，还有他可以说挂他的名在我们的身上，说我们算是基督徒，基督的名在我们做他们。基督徒的名在我们身上，所以我们现在要考虑说，这个诫命在禁止我们吃什么样的内容，还有他警告我们的审判，还在这一节里面，主必不以他为无罪，所以知道他是危险的。其实各诫命有这个危险，不可随便反对或得罪他的诫命，可是特别他名称、他的名誉是有一些重要性所以我们看第一点的大纲你会看第1.1这个我试试看，当然是有点模糊，说是在会众中间的，或是在会众之外的。可是我试试看来分别，因为神知道他所拣选的我们人类有点模糊，不知道这个人犯的罪代表他会没有拣选的，还会到底会就是转化为善者，或是他堕落，他犯罪跌倒的事情，代表神就会保护他，来他再悔改。离开他的罪，所以这里我讲的有点不容易来分别。你看到这些例子，它的意思是什么？可是可以说，在会众中间的软弱、错误，就可以说错误彰显神公义的属性。这个看加拉太书第2章。保罗责备彼得说：“为什么你在犹太人从耶路撒冷来的时候，你不敢跟这些外邦人一起吃？”责备他说：“那个礼仪律法，你害怕他们的责备吗？”犹太人来的其实是这个比较，其实在那个时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，他们要坚持说福音的自由。给外邦人、给犹太人，不是因为你遵守礼仪律法洁净食物，还有不敢跟外邦人一起吃，因为他们习惯不是用犹太这些洁净食物的方式，所以他们要保护福音的真理，还有因信称义，因为听信福音、领受圣灵的都是得救的，不是因为你遵守礼仪律法的一些事情。关于那个收割礼、洁净食物、节期日都收了，所以保罗责备彼得说：“你这样子做是好像怕人，所以他被公开责备，不可这样子。”可是有在人面前否认神的名，也是彼得以前做的事情。马可第8章38节也类似说，我们在人面前，我们怕承认神的名、基督的名，他在将来审判
末后日还会一样对我们说我不认识你，因为你在人面前害怕，称圣赞美我的名。也是在彼得在害怕耶稣被抓之后，面对十字架，他这样子否认，3次否认，我不认识这位基督，因为他害怕。即使我们知道以后这个罪，他就悔改了，还有勇敢、刚强起来，面对任何的人，面对犹太人，他们领袖们的逼迫，会勇敢站起来，传讲基督复活的好消息。所以《使徒行传》，你看第4、第5章，彼得都非常勇敢，不害怕人，被圣灵充满之后，所以看这个人，彼得有一些状况，就是说软弱，也是不好代表神的名誉，还有他的福音。可是我们知道，也是更可怕的例子，就是说，神的仆人、神的传道人、牧师，班杰宁，这一类的，在新闻里面，美国新闻里面能够看到的，最近也有我们美国宾州中间的我们 PCA 长老会聚会，我看一位牧师这样子跌倒了，很可怕这件事情。还有变成一个公开的事情，他离开宾州到另外一州，寻找一个妓女，还有即使这个不是真正的一个妓女，她是警察要抓人这样子做，所以他被抓了，还有他们发现他是一位牧师，很可怕，所以这个人都发现神可能是因为恩典他被抓了，神认定人就让他们留在罪里，可是被抓的是机会发现他的罪，还有带他悔改，即使他要离开他的职分，他牧师的位置，所以愿主怜悯，愿这个人也是软弱的问题，可是因为他所做的一个行为是神的名誉有点在人面前都受伤，都不好的见证。还有人看到这个牧师你所传讲的真理，还有这样子做，好像假冒伪善的，让人很不起，让人觉得。所以福音的当然在哪里？因为你是这样子做，所以我们要特别求神来保护他的百姓，保护他的领袖。长子们所做的都代表教会的，所以要好好代表神的名，不要随便跌倒了犯罪，因为这个都会代表神的名誉，所以禁止我们不要进入试探，所以主导文也求神保护我们，不要要我们国里通过这个创作要突破它，要刚强起来，说魔鬼、世界、我的情欲所要求我做的都是没有价值，我要得到永远的奖赏，我要好好到底代表神的名。还有就是说，在孩子面前非常重要，父母对孩子的见证。我希望到底我孩子不会关于我的信仰羞愧，觉得妈妈爸爸你的信仰无用，没有改变你自己，好像你看起来在教会里面做的跟家里做的都是假冒伪善的，这个也是难过的事情。愿主让我们在外面所做的跟家里面所做的都是一致的，好好代表神的名誉。所以禁止我们说这些软弱要脱去它，愿神改变我们，变他正确的一些使者，然后代表，愿接着我们的见证，
人尊他的名为圣。另外看1.2，这个就是可以说一些迷信、无知、不敬地使用主的圣物、圣礼的一些错误。你看写下来的经文都从撒母耳上第4章，伊莱2个儿子做祭司，还有那个时候有很多错用的事情发生，可是他们觉得神的约柜是有能力，所以他们面对仇敌打仗，带约柜到那边，他们觉得一定会成功了，因为代表神与我们同在，他的大能。可是发现，因为你们心不圣洁的，你们所做的事情不合乎我的带领，我的旨意，所以他们被胜过了，还有约柜被拿到菲利斯汀的国家，那里做一些神迹奇事，胜过他们自己的偶像。可是发现不可迷信用神所用的这些圣物，代表他的名。也可以看耶利米7章类似，他们觉得因为在以色列里面我们有圣殿，圣殿都代表神与我们同在，所以不管我们圣不圣洁，神的圣殿都会保护我们。所以耶利米第7章他们责备他们说，因为你们投靠的就是圣殿，不是真的从圣洁的心来侍奉了我，所以这个是无用的，会受审判的。另外看新约就是一样，我们收圣餐的要分别主的身体，或者我们会吃对自己吃的审判，所以这个是不可随便用神所设计给我们的圣物。圣礼，在历史中，其实看到天主教好几年都这样子做。他们不管你听得懂这个福音，就是说用拉丁文的弥撒，大家都收这个饼都得救，好像是迷信的事情。他们不会觉得是听信福音得救，这个是一个记号，代表你的心里的信心。所以好几年就让福音遮盖，可能到如此到现在，其实很难找到真正的在天主教找到了福音，他们系统里面让福音模糊，为了提高他们自己的教皇、自己的教会的规条，还有玛利亚等等有很多错，这个也是要小心，很多可能在他们历史中还有继续做的错，就是妄称神的名。另外是在会中有欺骗信地使用神的名，这个1.3。你看李子写下来的经文使徒第8章，有一位觉得我用钱来买圣灵的大能，他看他们做使徒做神迹奇事，想买这个圣灵的大能，也是妄称神的名，错用，为了自己的益处、自己的名誉，要用这个大能。类似是伊莱他的2个祭司的儿子，错用他们的角色、他们的职分，做祭司，神的名在神的百姓面前，神的名得了一些绩效，一些受贿，他们用他们的角色得了自己的益处，肉体情欲，犯了奸淫，还有神的献祭都错用，还有所以神说，因为一来你做他们的父亲，你没有责备他们，你没有管教他们，你一直让他们做这些错事不好代表我的圣灵，我会审判他们，还有他们会
施行的惩罚。也有新约有人说，我奉主的名做神迹奇事，就是神说，基督说我不认识你们，这是妄称神的名。有一次我们美国宾州教会在那边从神学院毕业，在那边做我第一段的一些事奉。还有来到这个教会，有一位，他们对我们说，是夫妻，还有他们有大概5岁的女儿。这个人说，我的生命很难过，就是现在我是一个慕道友，我追求主来赦免我的罪，我要重新开始，还有我的家人，我的太太、孩子都。很难过，因为我以前的错，所以我们要重新开始。所以他来到主任牧师的办公室，这样子说，还有说我要信主。还有他主任牧师非常开心、高兴，在大家面前马上分享他的见证，让他站起来分享他的见证，他得救的见证，给他施洗。还有教会都一直支持他们。有一个长老，他有一个公司，他是装潢的公司，还有请他来给他工作，还有他们没有地方住的，所以执事们很多人就奉献给他地方住的，给他房子住，付他大概6个月的房租，很多家具的东西从各基督徒他们会友当中的家都送给他们，为了好像充满他们的这个他们住的一个地方，给他们所需要的。还有发现这个男生上班的越来越不稳定，他会请假，他不好做他的工作，所以老板说不行，一直给你这个工作。发现这个大概3、4个月后，我们所送给他们的东西放在他们住的地方的草地前面卖它。我们美国人是不同这样子做，在房子里面是独立的一个房子，还有草在外面，还有就是2手的东西会卖给人，说过去的那个车子都会看到。所以卖我们所给他们的，他不负责任上班，还有发现可能他们没有结婚的，还有全部都是假的，他们就骗我们的。还有听说他们都在这个地方一直会到很多不同的教会一样做，就骗教会为了得一些自己的益处，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个例子。还有发现这样子是妄称神的名，还有神会审判的一个罪。就另外可以说所用无用的教导也是不好代表神的名。我们提摩太前书后书就会这样说，不要浪费时间在无用的教导上。在开放派也会这样子做，他们会否认神的道是真的，否认历史中的神迹奇事，否认这个神的律法诫命是道理，是不可改换的。现在教会最大的一个挑战是说，面对这个同性恋在教会里，意思是2种一个挑战，一个是说教会要学到说福音能够改变任何的一些捆绑，有罪的捆绑，不管是外遇，不管是同性恋，不管是偷窃，圣经还有福音能够改变人所面对的罪捆绑。可是现在开放派进来说，旧约或新约那个同性恋的定义
跟我们现在看到的不一样，所以现在就是他们否认的就是你到一些同性恋的妓女，在他们的庙或这类的地方来犯奸淫的，犯同性恋的罪。可是如果你是信实的同性恋者，你的对象男的女的随便，可是如果你是信实的对象，好像没关系，好像代表神会接纳，还可以代表说你可以做教会的领袖，也可以修安牧，有一些这样子的，算是他们算教会，这个是妄想神的名，错用他律法第7诫，假定他们的立场。也会看到，其实1.4，旧约有很多例子是说，有人站起来，说我有能力反抗神你的旨意，法老王这样子对摩西说了，我不认识你的主，所以我为什么要让你们释放服侍他？有西西家另外一个军队。军师来到耶路撒冷的门，还有对他说：“你看，所有国家他们的神不能抵挡我，我来到你们的门，还会胜过你们。你的神不算什么。”这样子就是在列王记下18章35节那个 Rabshakeh 有这样子。讥笑耶和华，他不能救你们，不要靠他。所以发现以赛亚对西西家第2天对他说：“不要怕，神的天使会保护你们，会胜过你的仇敌。”还有第2天都